你们备注一下，这不是我跟他不认识。Hello，卡了。我是卡了吗？可以点歌吗？不能点。什么不认识啊？有一个粉丝，我能确定这是个粉丝。有一个网友，也不是说粉丝吧，有一个网友在那个那叫什么平，是一个借贷平台，然后那个借了那个也不知道多少钱，反正人借贷公司人现在一直找他呢。完了就是他留的是我的联系方式，我就很好奇这些网友怎么能有我的联系方式。但是你说他肯定是个网友，为什么呢？因为他给我留的，他留的名字叫百里屠夫。你说他肯定不是我周边的人，他要是我身边的人，他不可能管我叫百里屠夫。你说我这个号码，你说我就挺无语的啊，还没解决呢，对啊。你们就想想我，如果说是我身边的人，他不可能留个百里屠夫，人家就是借贷平台给我打电话说你是百里屠夫吧，我说我是我说我是。他说那个吴成成叫吴成成。完了最近你们知道为啥那啥吗？最近你们知道为啥又开始找他吗？一是过完年了，二是呢，这个叫吴成成的，在网上又买东西了。一买东西，人借贷平台吧，人就能看到他购买的那个记录什么的，然后就说那你这是恶意欠款，然后就开始逮他，就天天给我打电话。那真的是无语了，无语了。就这个吴成成，吴成成，你抓紧归案吧。借多少钱呢？天天被人逮呀！啊，你说你写我名干哈？真的是无语出了，我无语出了。那也能理解，现在经济不好是不是？头发都白了，赶紧画2笔。哎，不想染头发，咱们就画。这白了，画一画。画2笔，好了，不用染。哎呀妈，画冒油子了。你不仔细看，你看不出来。谁会仔细看呢？多大年纪了？我那个35吧，我算是35。画的很明显，你不仔细看，你不明显。怎么那么多白头？我不知道啊。你不仔细看，谁能看出来？分了，我再给大家这个宣传一下，我俩分了啊，分了。哎，分了，我现在单身，分了，OK，分了，不用问了，分了。哎，你一问就是分了，好不好？单身分了。哎，分了。哎，挨个打电话，你赶紧通知一下，分了啊，行不行？哎，分了啊。你问就分了，哎，分了啊。
因为网友接待留的是图图的电话，对，分了，挨家户的就是互相转告一下，分了，分了。分了啊，分了，Monkey，我送的车呢？我啥时候送车了？没送车，刻了这么久啊，分了，1年半吧。半生瓜是澳大利亚，都去澳大利亚了，半生瓜呀。我直播间里有一个熟人叫半生瓜，还有一个叫那个半支烟，这俩人我有的时候就得看仔细了。你28岁我就知道是谁了，你和龙二比较配，我百搭，我跟谁都行。头发是染的吗？偶尔染。我最近其实我不愿意直播，一个就是仨事儿，我觉得仨事儿我都不愿意去那个管，也不是不愿意去管，不愿意去看，不愿意去搭理，一直以来都是不情不愿的表情，从哪解析出来的？我跟他，我跟他在一起挺开心的，但是就是，啊、就也算是开心，就是后期不开心，不开心那也不是因为他的缘故，挺好的，就可能就是，我觉得这是三观的问题吧，就是有的人可能涉及到三观，可能就是太严重了。你的世界观呐、价值观呐、就是什么消费观呐、然后包括一些理念，其实两个人不在同一个状态下啊。对，我我觉得还好，对，只是不合适而已。我我这2天其实有点抑郁，因为大 S 事儿嘛。我不愿意发什么东西，我也不愿意就是在自媒体平台上就说啥。但是大 S 过世这个事儿确实是，哎呀，就让我抑郁了2、3天吧，就挺，就是我就觉得大 S，其实我看她的片子，我顶多我也就看出来一个，呃，就看大 S 的片子，也就看2部片子，一个叫《转角遇到爱》，一个叫那个《剑雨》，我就看了这2部，其实其他的我都没看，但是就是总刷到大小 S 嘛，就是那个抖音上，就觉得我就挺懂他俩的，对，然后我就天天就没事就能刷到他们，啊，《倩女幽魂》我看过，对，还有个《倩女幽魂》我也看了，就完全能懂他们那种，就是女明星那种生活，你知道吗？就挺难过的。然后这2天然后网上的骂战又比较疯狂，所以就觉得死了都不得安生的那种状态，就觉得对大 S 就挺就这帮人其实挺不尊重他的，对。
我觉得有一点点，就啊，不是，分手没有，分手没有，对，分手没有。就会觉得人这一辈子，你说有的时候就是你图啥呢？对吧？你图啥呢？有没有互相删微信？没有，我们和平分手。我们是和平分手，以后我还会给他买房子的。真的，我们都特别就是理性的去看待这个东西，就是弟弟嘛，那在一起2年了呀。嗯，对，就是弟弟啊，就房子也不贵，现在房子就给他付个首付，对吧？我会觉得我第一就是你看我第一个对象超过2年，之前的那之前呢，就是几个月我还对人挺负责任的，这个2年呢，我肯定就是会对他更好一点。就是就虽然说不是那个情侣关系，但是我觉得还可以当家人处，这样对吧？让对方变房奴，舍得吗？舍得呀，思考了很久啊。思考了很久，就是也磨合了很久，就发现不太合适。对，他放下吗？他放不下，他放不下。对，就是让他去吧，让他去吧。我会觉得就是分开是好的。因为就没办法呀，你看他现在的，对吧？估计还该没有啊？我们其实聊得很愉快的呀，聊得很愉快的。然后他还开我车回那个深圳了呢，就反正我也不用车，那他就开着走呗。对呀。嗯，这我真的就觉得说没有那么因为就合理，合理。然后大家其实就是那个换一种身份嘛。对，不用意淫了，孩子们。孩子们不用意淫了，就是很正常。我觉得不适合，咱们就分手。但是怎么能让就是说分手的时候，就是彼此的状态能够好一点？就是咱们分手的时候不要就是追究谁对谁错了嘛。反正过程里我已经追究了很多了，就结束了，咱们就不要就追究。完了，就是因为确实是超过两年。超过两年，然后感情就在那儿啊，包括也融入到家里了呀。我妈妈、我姐姐都，包括我哥哥都认识啊，所以就以后就当个家人呗，对吧？多少钱能让复合啊？你先打2万，我花花。先打2万。我先花一花。之前还看你们吃饭太快了。没啥的呀，又不是死了。咱们就是说，只要活着，都还好吧，对吧？这本身，哎呀，我俩到后期，我真心话，我俩到后期呀，你们都不懂。我俩到后期其实就不是情侣了，就真的那个关系就不对劲儿了。所以你们就说什么前夫哥什么的，我一点儿我都没有这种，就是没有这种感受。我我就是后期就不是情侣了，就是养个儿子。就养个儿子，就是我真的说实在话，我交流不了啊，交流不了，就俩人没有共同语言。完了就是说的他也不听，完了他也不能给我人生建议，我给他人生建议他也不听。
完了就是各种就是思想不统一，对，就是反正就后期就不是情侣了，就觉得代沟，代沟太严重了，对，太那就是代沟，不是说谁对谁错，那俩人差9岁呢，差10岁，你说差9岁差10岁，那你对完全父子了，你们不懂那种感觉。就是前一段时间还说呢，说那个啊，他实在不行，他就去那个厂子里上班。他跟我说，他说他想去那个，就是他要是那个找不着工作的话，他就去厂子里上班。然后我说那，然后我就不吱声了，因为我明年我可能去，就是我过完年我可能去北京嘛，然后他就在我家住嘛，可能是这种情况。然后我俩就聊这个事儿，他说那实在不行的话，那他就去那个就我家附近有一个那个工厂，然后他去工厂就是什么理货员，一个月还一天200多270怎么样？他就是，然后我听完了以后就不吱声了。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我终于体会那种感觉了。他说什么感觉？我说就是那种孩子他妈一开始不好好上学，不好好上学，然后那个父母给他安排其他路，这孩子就是不听，就要死活去出去打工，就这种感觉，就是学不好好上，完了你安排他去其他的地方，他不去，他非得要出来打工，就那种感觉，就是你无能为力，你改变不了。我就说，哎呀，我终于体会，因为我的人生就是这样。当时我家里就是说让我上学我不去，然后那个让我学那个挖掘机、电焊、塔吊我不学，汽修我不学，然后紧接着我出去打工了。对，我就是这样。所以就是我终于体会到我父母那个时候的那个状态了，就是你说不通，你也改变不了，那就好，就让他去吧，因为我觉得他的人生也才刚开始。我家族里边最小的弟弟就跟他这个岁数这么大，所以就是你这个你干预不了，对吧？你干预不了，无能为力。而且我觉得，也不一定是那么糟的一个选择吧。他有自己的选择，我觉得他的选择不一定是糟糕的，对吧？你的选择不一定也是就是最正确的，对不对？哎，人家有自己的想法，就是先去做，对吧？他可能过一段时间他自己又有新的想法了，是不是？我觉得看得很明白。他就是这样说，那个这个笑脸啊，你就好比就是那个大 S 和那个汪小菲的那些那些意淫粉啊，就是你知道，就是大 S 过世以后，网上有好多那个汪小菲的那个文章，那文章都不是汪小菲写的，然后就网友们就开始就杜撰，哎，汪小菲什么什么纪念什么大 S 写的那个什么公开表达，其实那些东西都不是汪小菲写的，哎，这个笑脸就有点像这种人似的，就活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然后给别人安排剧情，放着走，也许是他人生更好看的事。你不你不好的开始，我说实在的，我的能力就这样啊，对啊，就我改变不了的呀，我不是说那个啥呀，我改变不了他呀，那我能怎么改变？我给他喝中药啊，这对吧？嗯，过一段时间如果他后悔了再回来，你还能接受吗？过一段时间他后悔了，能回来我还能接受吗？又不是他甩的我，他后悔了，我挺好的呀，对吧？这个有什么乱七八糟的事儿吗？就是，我觉得这个东西没必要硬，大家都有更好的生活，更好的选择，对吧？我觉得这两年里边，我已经就是就是用尽浑身解数，我
我也没有让两个人过得更好，那就还好吧。就代沟，不是说他不好，代沟，人年纪小，你不懂这些东西。再一个我说的不一定也是，就也一定对，对不对？每个人都有每个人，就是这就是三观嘛，这是三观嘛，对吧？所以你们说，哎，你们说什么那个，什么难过呀，怎么样的？没有难过，没有难过，因为都聊得很清楚了，都分了多少次。同年代的好出些，我就不处了，以后我就是安心的，就是做事业，好不好？哎，我喜欢年纪小的，但我又驾驭不了年纪小的，我以后不处了，我不处了，行不行？咱们就是就一心奔事业，多拍点作品，多整点那个歌什么的，是不是啊？哎，这没啥意思。那处也是那么回事儿，你还因为你要处个那个省心的，你会觉得说，哎，好像自己这个对象处的没啥意思，完了自己还不如自己呢，完了你要处个操心的，那累的要死，就是挺累的，不处，咱不处。我在这里保3年啊，保3年我不处了，我保3年我不处了，行不行？这3年我不处了。对，这3年咱不处，改变不了什么。对，处不处能咋的，对吧？2028年，行，行，憋3年，是的，憋3年，咱不处啊，谁劝我都没用，不处了。Hello，图图，I do la me，啊，这个叫卡兹，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What do you say 啊？Where are you from？反正我就最近我也是不愿意上网，我觉得网上戾气太重了。这网上戾气太重了。你就说汪小菲和那个大 S 这个事儿，哎呦我的妈呀！那营销号乱写，完了这些网友就乱听。你知道就这2天不是又出现个新闻吗？说汪小菲包了那个飞机，就是包了个飞机，209万还是207万包了个飞机，然后护送大 S 回台湾啊。然后这个网上就开始各种爆料说其实不是汪小菲包的，是那个鞠婧祎包的。然后那个现在又传说那个小 S 痛斥汪小菲造谣，说那个包机是那个小 S 一家包的机。哎呦我的妈呀！我就觉得说，哎呦我的天呐，我说，但是我就在想，这3个新闻我觉得都挺假的。首先，汪小菲没有承认他包飞机；第二点，鞠婧祎他也没有承认他包飞机；第三点，小 S 没有，就是人家汪小菲都没有，就是在网上说自己包飞机，然后小 S 居然就是怒斥汪小菲说他包飞机。这个事是汪小菲说的吗？小 S 为什么要怒斥他？
我觉得哎呀，这骂的太难听了。完了又有说什么大 S 什么那个什么什么，就是什么那个 C 嘟了，然后又什么那个什么什么台嘟了，啊，就这些乱七八糟的，怎么样？就各种骂。你不喜欢王小飞，我觉得就是你喜欢谁不喜欢谁，我觉得都可以啊，我觉得都可以。但是我作为我的角度，我可能我这个人可能就没有觉得说有那么多的善恶对错啊之类的，我会觉得就是大 S 和汪小菲都是那种，就我给大家分析一下怎么回事啊，我给大家分析一下怎么回事就是我会觉得说是啊，这个前因后果我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是我觉得啊，因为我的这个觉得里边没有谁对谁错，大家可以放心听，不用就是说那个怕中毒之类的啊。就是大小 S 他就出道比较早，然后台湾的经济，台湾的娱乐行业吧，它其实就是比较初级的娱乐行业啊，所以就是台湾的娱乐行业就好比就是说我要持续的有一些生活的东西爆出去，然后你才能有热度。它跟香港的艺人不一样，香港的艺人是你要是爆出我一点私事儿的话，都会觉得说非常的困扰，非常非常的就是那个就是不舒服，然后会跟媒体对着干。但台湾的你看台湾所有的艺人，无论大艺人小艺人，他们都知道就是炒作或者说曝光的一个重要性，所以他们更多的是觉得自己是一个商品，或者说就是自己在娱乐圈里边，他们就知道自己是明星，所以他们就时常的去分享自己的生活，或者说自己的八卦。就是大 S 和小 S 都有那种娱乐家的精神，但是她嫁给了汪小菲之后，汪小菲一家人可能适应不了。因为汪小菲首先他就是我个人觉得汪小菲就是一个比较直性子的人，然后家里呢也没有就是不怎么就是大陆的这种就是这种对这个明星啊对这个隐私的这种曝光也不像台湾那么就说就是风格不太一样，然后包括就认知也不太一样，所以汪小菲其实就不太喜欢这种方式，但是大 S 他们就习惯了这种方式，所以就两边就产生了矛盾。产生矛盾以后，大 S 可能就是又是比较任性，或者说比较就是女人的那个撒娇那个劲儿，可能有的时候就是汪小菲就误会了，误会，然后越来越深，越来越深，然后两边挑，可能因为我觉得张兰的个性也比较强势，包括大小 S 的妈妈也比较强势，包括他们的律师也比较。也比较就是说的很多，包括就怎么样的，反正就中间有很多很多误会，俩人就越吵越崩，越吵越崩，逐渐的演变成不合适了，不合适俩人就分开了。在这个过程当中，确实是两个人就是发生争吵的时候，可能汪小菲真的就是说怎么样啊，出了点鬼之类的，但我觉得都可以理解，因为那个时候他们已经在闹离婚了之类的。但是我觉得心理来讲的话，谁也不是那么恶的人，所以就最终导致两个人变成这种处境，其实就是因为我觉得文化呀，包括认知上的一个差异。但我觉得就是汪小菲也好，大 S 也好，我都挺喜欢的，而且他们都没有太大的问题。问题就在于就是说，两岸的这种文化差异，我觉得真的是这样。所以就是，包括那个，就是刚才有人说那个张兰啊，张兰，我觉得张兰也没有错。那她之前她没有玩流量，之后她玩流量是因为就是两边已经撕下来了。你们要知道这个先后顺序。你要说张兰一开始就借着大 S 在那炒作，我觉得这不好。但是他们已经离婚了，包括就是两边已经开始打仗了，那炮火连天的，那人家就炒作什么的，我觉得这一点问题都没有啊。你就像我的直播间里，有的时候我说真的话，就是我为什么就特别能懂这种感觉呢？因为我直播间里有的时候也报一些就是我们剧组的一些事儿啊，
我的直播间里也会爆料我剧组里，比如说那某个演员怎么样，比如说我在我直播间里爆料那个，其实那个龙二跟那个就是剧里边的形象完全不一样，然后什么就是什么那个卡卡演技非常的差，所以就这些我是特意爆出来的。但是可能对于有一些介意的人，比如说那龙二，如果说他就会觉得说，那你在直播上说我这个东西，然后就影响了我的那个荧幕形象，我希望大家觉得我是霸道总裁，那可能龙二就会生气啊，你们能懂不？你们能懂吧？比如说，就是，哎，我在直播上，我就因为我作为导演或者说做这个整体的制作人，我可能就会爆料，然后那个就像台湾的娱乐节目一样，就是他们就会习惯的爆料一些东西，然后我就爆料说，其实卡卡演技其实就是比较差的，算是比较差的。那卡卡可能就会觉得说，你在直播间里公然说我演技差啊，太过分了，怎么样？那这个事情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你要说演技差这个事儿，它是一个就是诋毁吗？这是诋毁吗？因为你来我的剧组或者怎么样呢，就是你参与了我这个项目的话，我就有权利或者说有条件去说这些东西，对吧？我就有条件去说这些东西。那我说了这些东西，如果说你会觉得说这些东西可能就对你比较影响比较大的话，那可能你就会不舒服。但真的你做了这一行，我其实跟大小 S 的观点其实有点像，就是你做了这个自媒体也好，包括你做了明星也好，你就是要有曝光啊，你就是要有这些东西被大家就是去说呀，那你不说，那你没人讨论你，那怎么办呢？所以就是完完全全的，我就知道大小 S 他们这种心理，我就觉得可能两边是真的会有误会。啊，真的会有误会，所以就觉得挺可惜的，挺难过的，所以哎呀，反正大 S 过世，我就觉得话没说开，然后就过世了，就那种感觉，就好想帮他们说一说，好，这好憋屈的感觉，我就觉得这段感情好憋屈。我能感受到汪小菲那个劲儿，因为我也做过汪小菲那种人，就是我在发火的时候，可能真的会伤害到别人。然后，但是我其实，在伤害别人的同时，其实我真的是因为喜欢，有一点点发疯了。那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就是会伤害到别人，所以我特别能懂两边的问题，因为我是两边问题的这个，我觉得我都占那么，就是都会有他们俩的那个毛病，我都会有一点点，所以我就因为这个事儿，我和我前任就是典型，就有人在网上喷说那个汪小菲说那个活着的时候你伤害人家，完了现在你死了你在这哭坟了怎么样的？他活着的时候俩人在吵架的过程。那吵架，你看，其实汪小菲的角度，其实大 S 其实就说了很多过分的话。那汪小菲，所以就是两个人是对等的一个关系，所以他就会也故意的，就是去伤害对方。你不能说要求别，就是你再爱一个人，别人捅你一刀，然后你在那块就说谢谢，那是一般人做不到。我觉得就是有血有肉的人，真实的人都做不到，除非我是一个演员。哎，我就是故意的，就是说我在寻找证据，对吧？我在寻找证据，或者说我就是我想阴他一把，那我就在那块装。正因为他们不装，所以他们就是有棱有角，我觉得才足够真实。太难过了，对，太难过了，就是抑郁了好几。我倒没有说，就是因为我看网上有很多人就是拿着手机在那块录自己哭，说那个大 S 就是过世了，然后他们在那哭之类的。
我觉得那个有点夸张，但是我确实因为这个事儿，我就真的不想说话，真那2天我就什么都不想说。就昨天稍微心情好了一点，昨天是因为那个狼堡女辉哥非得要跟我打那个火影忍者，然后150，我只要赢了他就给我转150，然后我们是三局一把，所以我就赢了600块钱，完了我一下我这个阴霾就过去了，就还好。你们分手后，很多印尼粉丝都很失望。我跟他没在一起，这啥呀？Cut Frank 应该是龙二，他好像英文叫 Frank 吧？大 S 你也哭了，挺难过。就希望网友就是，哎呀，我就觉得今年的那个网络环境真的太不好了，就是真的就是争议太大了。就一个过世的一个艺人，然后就不得安宁。对，跟袁成现实的关系是什么呀？什么叫跟袁成现实的关系啊？就我跟袁成那个演员是吧？因为我是一个，因为有的时候我也会觉得我挺委屈的，我就觉得我说啊，我是一个剧组的导演，我是制片，我是投资人，完了我在我直播间里讲一点爆料剧组内发生的事儿，完了就很就是有一些人就不开心，就不开心啊，完了就那个我讲我跟我前任的故事，完了有的人也说都分手了，不要在直播间里讲了。这段回忆不属于我吗？我不明白这种思维，就是我是当事人，然后我去讲述出来，我去聊这个事儿，完了不让我聊，很奇怪啊。是的，我刚追完，我跟他就是现实当中就是合作的拍档，就是他是我一个演员，对，没有就是大家想象的那种，也可以说是朋友吧，就是某个阶段，其实我们因为在拍戏的时候，我们是会非常依赖彼此吧，就我可以这样说，就是没有产生那种就是恋爱关系，但是可能在拍戏的过程里边，确实是需要很投入在这段关系。那以后会一起拍吗？这个你不用问我就是你们天天来问我这些事儿吧，你们要考虑的是对方我一直在做这个事情，那对方不跟我做这个事情，他可能因为他生活当中有其他的事情，能明白不？我一直在拍剧，我欢迎所有的就是合作过的演员来找我说，哎，那个导儿，你能不能给我一个就是角色，我还想演，我这个是完全 OK 的，因为我觉得就是你上过我的剧，我都会觉得你们稍微有经验一些，因为现在的新演员，我觉得有点从头来，前提是他们愿不愿意，他们是不是已经有新的生活了？
啊。你比如说有的那些没出柜，完了因为这个演个戏再出个柜，那人家有没有这个必要？或者说人家已经谈恋爱了，那对象介意，或者说人家就是已经就是说，哎，就是转职了，结婚了啊，那这都有这种情况，那这个圈子里不都是这种情况吗？啊，不是说我想不想怎么样的，我当然想，我欢迎所有的这个啊，那不跟我演 CP，那有那个其他的那个角色都可以，对吧？那有的是角色，就给他安排一个那能咋的呀？总比那个我不了解或者说没演过戏的强，我还得从头教。我这是在东北老家吗？我不在东北老家，我我在那个广东。新剧你形象有留胡子吗？那得看拍哪个剧本儿。我要拍那个前传的话，我就得剪胡子，因为那是几年前的那个我。那你要拍后传的话，可能就是或者说拍新故事的话，可能会留一点儿啊。粉丝群咋解散了？我点错了，我不知道我怎么去那个去说这个事儿，点错了，因为我那个有仨账号。完了有一个账号吧，我就一直想找那个账号，但是那个因为那个是绑定别的手机号，那个手机号不用了，所以我就找不着。完了，我就紧接着我就上了另外一个号，那个号里边有一个那个粉丝团，啊，因为那个号我也不用了，所以我就说把这个粉丝团取消掉吧。其实我就来回切错了，啊，来回切错了。完了，等我那个就是解散完之后，然后那个狼堡女辉哥跟我说，哎，你怎么解散了？我说，然后我就心里一惊，完了，错了。所以这个东西，这号太多了，切错了，有机会咱们再建一个。但我觉得建不建粉丝号粉丝群也没什么关系，因为粉丝群里也不聊我，在那块聊游戏。在那块聊游戏，完了那个互相撩，哎，那个粉丝群让你们搞得乌烟瘴气的，有这在那块找金主的，有在那块互相撩的，啊，在那块打王者荣耀的，你说这群留的干什么？在惠州是的，在惠州，群没意义，撩他干什么？给你们就那个就属于什么呢？就是一点意义都没有。看他们说话都不想搭理，嗯，小孩子嘛，老开车，我没看着开车呀，开车我就加入了。小大夫呢分了啊，分了，对，分了，没错，分了，分了，哦吼，分了，分了，分了，互相转告一下，打个电话给亲朋好友，分了，分了，几个月不见了，几个月不见怎么没了？那你几个月，那你别问了，你几个月能发生好多事儿呢？几个月，我还得从你不看那天起跟你讲，太麻烦了。分的好，这个丹青啊，你知道丹青是我认识很多年的朋友，他就这个人就是，
没有什么心眼儿，但是坏，他是直接坏。丹青这个人就是我，只要就是我谈恋爱的话，他就是各种就搜集那个就是我现任的那种啊，就各种的不对，然后就会跟我说，就跟我说那个那个他怎么地了，苏醒了，不是苏醒了，就是确实是累啊，谈恋爱累，我不谈了，咱们不谈了，好吧？哎，反正我的粉丝们也是，也不是粉丝们，我的那个网友们其实也不幸福，大家都一样啊，这样你们能就是心里舒坦一点儿，对不对？哎，分了啊，分了，别问了，分了。他就想你跟他好，没有啊，我们不是那种关系。对，这种恋爱真的能长久吗？看个人吧。我觉得看个人，就是你想长久的话，我觉得，呃，可能有很大几率会长久，因为一段感情能走下去，肯定是两个人。但是如果说就是一个人不想走下去了，但另外一个人死拖着他，还能拖一段时间。对，这个我觉得都还好，看个人。对，两个人很努力会长久。看人，对，看人，对，看人。你谈了2年，不是给小大夫买房吗？这分手了也可以买房啊，分手了也可以买。啊，大部分人收入不稳定影响感情，收入不稳定确实是影响感情，但是这不是分手的原因啊。分手了会跟买下一任吗？没有啊，因为我俩在一起2年了呀，我俩在一起2年多，然后后期的相处模式又是父子，所以就是哪怕分开了，我也会觉得说关系还在啊，我们又是和平分手。嗯，现在房子又不贵，给他付个首付就好了。我，而且我会觉得说，一开始给他买车，我觉得，后期又卖掉了嘛，所以我觉得跟我在一起2年，我不想让他，屁都没捞着。你会拿钱给他下一任花吗？我管不到啊，他下一任是谁啊？我不知道啊。具俊晔啊，我得有那个财力啊。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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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希望下一任还是你，我都说我不谈了。下一任找什么？我不找了，我3年之内不找。我3年之内不找，歇一歇吧。我觉得这谈，人人都羡慕长久的恋爱关系，但是我谈了2年，我觉得好累啊。哎呀妈呀，可算歇一歇了，你知道吗？谈了两年，真的就是这2年啊，我们几乎2年时间365乘以2，也就是
700多天吧，咱们就700多天，我们至少在一起相处的时间至少是700天。这700天让我好累好累，就是2年时间我们几乎就形影不离，这700天让我们好累，真的好累。就是让我不知道他什么感觉，反正我会觉得说累。你在一起的话，你就希望就是俩人就是天天能见到，要不然你不放心他。但你真的在一起生活，哎呀，好累。这个圈子真的很乱吗？我看网上自己已经畏惧了。你是什么人，你就会遇到什么样的生活啊？对，人不对，啥都不对。可能是就会觉得说分开就还好。你不乱就不会有人找上你。大姐，你是同性恋的时候已经在这个圈子里了，别搞自己多高级，说明你还没进圈儿。不是，有的人确实是没进圈儿，但是我想说一句话，就是这个真的是看个人。你有些人你想乱，你没有这个资源。你知道，就是我的那个观众们，我的那个就是网友们，就是在看我的网友们，我其实大概知道，就是你们其实生活里边就是可能在4、5线城市，然后周边你们也不敢或者说不好意思接触同性恋，你们也不敢下软件儿。所以就是你们平时接触同性恋的几率其实很小很小，所以你想乱，你没这个资本。第二点呢，就是一般什么人乱呢？就是稍微长得有点姿色的人乱。你要是个就是比较平凡的人，你没有那种乱的那个几率。对，没有那个乱的几率，所以说你有点想多了。小县城很容易生鬼，是的。大家都不敢。我你们知道就是为什么就是说那个很多的那个人出差的时候最容易就是那个就是约人嘛。很多小城市的人或者说小地方的所谓的那个公职人员，然后他们来了大城市，他们出差第一件事就是释放一下自己。因为他们在小城市，他们不敢下载软件，他们不敢跟别人打招呼，能明白不？你们能明白不？因为小地方很有可能就是因为小地方的人，像圈子里的人一般都是比较有能力的啊。因为咱们圈子里的人，我真的不得不说，就圈子里很多人其实他们的能力都超过那个就是职人，所以他们在小地方可能他们就是可能是公职人员，所以他们很惧怕自己的身份被曝光。所以他们就是一般都是出差。是的，那种出差的我都不信。所以这个，所以就是我觉得那个就是成都医护那个事儿吧，惹了众怒，其实就是很多人其实就是跟我的想法其实是一样的，就不敢去接触，然后你突然给我推向那个公众了，推向那个就是那个展示台了，对吧？我都没准备好所以他们会气愤在这个点。我感觉他们就是从根本接受不了自己的性取向，从这疑神疑鬼，说那个圈子里头乱。不是，子离天这个真的是认知方面的东西就是有很多人其实他很小心翼翼的，很胆儿小的。但你说这个胆儿小吧，每个家庭不一样。
我小的时候，我有一个同学啊，我有一个同学，然后他是我们学习最好的一个同学，他在我们班级排前2名吧。然后有一次我去他家里，他家里是那种就我们那个年代啊，我们那个年代都是农村，他家居然就能做到那种上下3层的那种农村的那种别墅，里边装修也是非常，我记忆当中，因为那都30年前，25年前大概，25年前我都记得他家是那种非常的港式的那种，然后而且我第一次看见那个饮水机，我们都觉得这种家庭的孩子应该是那种非常快乐，因为我小的时候家里非常的贫困，然后我们就跟他一起出去玩，就在路上就玩嘛，就是骑自行车玩，结果他迎面碰上他妈了，他妈真的当着我们的面就打这个孩子，他是我同学啊，而且学习那么好，前2名的孩子，完了就因为他出来骑自行车没有在家学习就挨打了，当着我们的面就打的。所以你们知道这种家庭之间的差别吗？就是有的父母他们管教的真的非常非常的严，那个压迫的那种感觉非常非常的强，所以他们就胆小，太强势了。有的父母真的太强势了，所以我完完全全能懂这些人为什么小心翼翼啊。你说出轨，你出轨的年纪，我出柜的年纪大概是在27、28岁，没有我出柜的年纪大概是在24、23、24吧。那个时候是苹果5嘛，苹果5出来的时候，我不就买了个苹果5嘛，然后把那个旧手机邮回家里面，然后我第一次出柜就是跟我姐，因为我姐收到了我的那个旧手机，她在里边看见一些信息了，所以应该是2014年、13年左右，差不多13年、14年，差不多，反正就苹果5，我记得是苹果5出来。对啊，被动出事，就23、24的时候，我觉得我才算是真正接触这个圈子嘛。每个人不一样，就是按照我的想法，我就觉得成都医护被骂，我觉得可以了。我觉得骂的就差不多可以了。现在这成都医护被骂的，因为我有的时候我就看成都医护，我在外边看成都医护的那个直播，真的有好多闲人在那块骂他，我就觉得这帮人这么闲吗？包括我前2天我刷那个 X，就是那个 Twitter 嘛，我刷 X，然后我关注了成都医护，然后那个成都医护发了一个那个 Twitter 叫"我看起来很凶吗"，然后算是一个就是露内裤的一个照片，然后算是一个比较性感的一个照片。按照平常的他那个评论区里边应该就是好帅啊，怎么样怎么样啊，主人怎么样，但是我就在想，我说有没有人继续骂他？我说不会吧，有人在推特上骂他，结果我就点进去看，底下有人说，他发的那个说我很凶吗？然后别人评论说你不凶，但你蠢，什么你是马脸驴脸什么什么，反正就各种骂。我说大家真的这么闲吗？人家发个推特完了也在骂，真的好无聊的，我就觉得好无聊的，我就觉得这帮人怎么戾气这么重啊？就有一天我看他直播，就底下疯狂的就是在骂他，然后他就一一的去回复，
啊，他就一一的去回复。我真的能感受到那种就是他就在解释，我觉得就是他解释不清。搞得我现在我也不敢发啥了。我昨天发的那个，我昨天发那个就是那个，我跟罗二拍那个芝麻二的时候，那个在那块对词儿的那个视频，真的戾气很重。就有人说，有人评论我说，啊，又在那个什么啊，烂片炒烂饭。什么烂片炒烂饭，就是说我那个片子很烂，然后我们又在炒这个烂饭，就什么，就各种的，就是我就说啊，这是，哎呀，这你这赚烂钱，没有说赚烂钱，你在哪儿看着你赚什么烂钱呢？什么，有些造谣的人呐，你们真的张嘴就在那造谣。对对，子离天说的对，就是大家其实在发泄，但我觉得真的戾气好重，就戾气，哎呀，我就说，哎呦我的天呐，我就说这网上的人怎么了？这怎么了？做好自己就行了。我都不敢怎么样，我现在我都不敢那个。其实我们就是我昨天看那个视频呢、就是我们拍摄的那个物料啊、花絮什么的，有好多的那个东西我都想分享出来，但是不行。为什么不行？因为我主要怕的点是什么？有好多涉及到演员，可能他们私底下真实的样子，我很怕我这边发出来，然后那个演员就不愿意了，就说百里怎么能把这些东西发出来呢？你知道吧？就这些人就是哎，就这种感觉。就有些东西明明是我们的花絮，我都不能发，大家太爱惜自己的荧幕形象了。我说还好吧，那我就不敢乱发了，因为很多人不愿意。哎呀，我的天呐，这他妈的，我这真的，我就说我这个想发点东西去纪念一下都不行。没办法。第二点呢，我也怕就是别人说啊又在炒冷饭，我们啥炒冷饭呢？我就是发之前先问问呗，你不觉得很尴尬吗？我去问他，我说哎，这个东西我能发吗？你不觉得尴尬吗？哎，我要发这个片段，你看看能发吗？那我就不发就好了呀。是以朋友的身份，以朋友的身份，我他妈还以朋友的身份，我找他要20万呢。你说那是人话吗？你说那个，就有些人就是说啊，我以什么身份？你说的那个脑子是在哪里啊？以朋友的身份，你在问这个事儿，你在发这个事儿的时候，人家可能不觉得你是朋友了啊，人家就会觉得说，那你这他们都已经到什么程度了？我说，哎，这是我之前我确实是问，我说，哎，这个我发了啊，这个挺有意思的。不行，我这个多丑啊！
还有没有别的？都不好看，要不你别发了。行，那不发了。就这样。哎，比如说我这个挺搞笑的，完了我说，哎，这个视频挺有意思。啊，不行，这块我翘兰花指了，就那种。我说还好吧，就是也挺可爱的。哎，别发了，你最好是别发。那好吧，就那种，那好吧，就这种，我就哎呀，就这样。要在我心里，我会觉得说你是什么人，你在视频里边你就展现出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就好了。你装多累呀、那不行啊！分了吗？和小戴分了，分了，大家就互相转告一下啊！没事，咱们就是互相转告一下，给青青打个电话，百里屠夫和小戴分了啊！大家广而告之啊，就不要再问了啊！这分了，分了。你可累了，你跟这帮人接触可累了。我这都被他们，哎呀，那好多东西不是说我不发，有的人就说，哎，你把这些花絮发出来。我说我我想发，其实我真想发，因为好多物料，那毕竟是我们拍摄的过程当中刻意记录下来的，我们都想发。那你天天拍自己特别美的，然后配一段文字的那种，我就觉得很无聊啊。我想就是有趣的那种视频，包括就是有我朋友圈的人都，其实我昨天发了一个就是那个小薇和灰灰那个尬舞的那个视频，很好看，我就在那块笑到不行，我大半夜在那块笑到不行，我真的好想发出来。小薇和灰灰在那块尬舞，俩人跳那个伦巴，哎，好好笑，咱咱不敢。可累了。对呀、我觉得那些东西都很好玩啊，我觉得就想看呢、你不觉得那个回忆起来就很有意思？然后彼此，因为录下来这段视频的时候，真的是彼此很相信彼此的时候，然后就很真诚的时候，你无论说时隔多远，可能最终两个人已经分道扬镳了，或者说老死不相往来了，但是你看到那个视频，你会涌起很多的那种思绪啊。我觉得那个东西是我很珍惜的东西啊。关键现在网友的嘴也特别毒，你想发记录生活，人家会说，对，就开始骂你了，就真的，哎呀，我天，那有的人就受不了。剪一下，剪一下。不行，今天我还没吃饭呢，我得赶紧叫个外卖。中午还没吃饭呢，可白死我了！大过年的把我饿死了，那附近连外卖都没有。你真的，你知道？哎呀，我的天！为什么要过年？而且你们这些商家不能早点回来开店吗？饿死了，一点好吃的都没有。我天天在那吃麦当劳。我会做饭，但我一个人吃一个人做不太好，不愿意，不愿意一个人吃一个人做。
行了，我不说了，我点外卖去了。点点菜吃火锅，我很孤单啊。一个人吃火锅会很孤单啊，会吃着吃着眼泪会掉下来啊。我觉得一个人吃就吃面条。行了，我不说了。